Hello， 大家好，我是剑哥啊。前面8个视频，我做了7个上单啊，人都要崩溃了。那终于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视频了啊！这2天也是618了，看了很多所谓的配置推荐的视频啊，实在是看不下去。那叉叉红的主板都出来推荐了，还有啥可说的呢？送我都不要，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去针对配置说些什么。因为自己毕竟是亲自经营淘宝店，那和几千个客户都有过1对1的交流，那了解机子使用中哪些地方可能会遇到问题。那么今天先从 IT 机箱开始和大家聊一聊。IT 叉是什么？它是一种主板的规格，17厘米乘以17厘米正方形，那只能插1个显卡，相应的就可以使用一些比较小的机箱。那 IT 叉的核心呢就是2个，其一是体积小，其二是方便移动。因为我遇到2种客户特别多，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啊，租房住，很多1、2线的大城市啊，房价太可怕了。1平米可能就要抵大学生几个月的工资了，那工作个1、2年攒下来钱，可能连个厕所都买不起。顺便我也想吐槽一下现在的房屋设计，你就看我家都2个厕所了，哇，厕所还弄这么大啊，比我的书房都大。你说厕所弄这么大干嘛呢？是准备多人运动吗？租房的话，只能为了省点钱去租那种1间大房子分成的小房间，那1间房间又要睡觉又要工作，那空间确实很有限。这个时候你选一个小机箱就能有效的节约生活空间，而且租房住的话，你还会不定期的搬家，小机箱的话搬动也比较方便。那第2种客户呢是那种还在上大学的大学生，特别是很多出国的留学生。他对电脑是有一定的性能或者静音要求的，那无法忍受目前大部分的笔记本极差的散热啊，疯狂的降频，大到影响舍友睡觉的噪音，性能还不咋地。就比如 i7-10750H 这个 U， 功耗都快100瓦了，你用笔记本的散热去压，能有多少性能呢？甚至可能都干不过 i5-9400F。当时英特尔开什么10代 U 笔记本的线上发布会啊，到了提问环节，我就问英特尔的工程师，笔记本 CPU 的功耗这么高了，你笔记本的模具又不改，最后都降频到45瓦用，能有多大意义呢？啊，然后他们就一直问有没有人要提别的问题啊，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就忽视我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后来再叫我去参加这些线上发布会，哎，我都不去浪费时间了啊，又没有钱拿。我承认一些人确实是需要高性能的笔记本的要求，但是现在的笔记本，特别是游戏本，至少我觉得使用体验太糟糕了。你晚上玩个游戏，降频啥的咱就不说了，风扇呼呼呼的，你全宿舍都不要睡觉了。所以很多大学生买 IT 叉主机，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对性能和使用体验有自己的要求。机子可能1年也就搬动个2次，而且经常是直接丢行李箱，直接上飞机的。我之前帮我的大学同学无聊的斗军弄了一台剪视频的电脑他从南京搬到东京又搬回了中国，现在又带去了慕尼黑行李箱里一塞，直接上飞机也是挺方便的。搞清楚了2种主要的购买客户和使用场景，我们再来看一看 IT 叉机箱。那对应的 IT 叉机箱，我也分为几类，那纯属个人观点。那第一种叫假 IT 叉，代表类型华硕 Z11、阿泰克雷蛇 Cube、追风者217等。这类机箱的体积很大，就比如华硕的 Z11，基本上赶上酷冷的 IT 叉机箱 MB520的尺寸了。这种机箱除了客户指定，那我还劝不动的，那否则的话我一律不主动推荐的。因为这种机箱除了外观好看以外，并没有太大的优势，散热比不上体积差不多的 AT 叉机箱，那价格却比 AT 叉机箱贵了太多。那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外观，他不是我上面说的那2种购买客户和使用场景，那也无所谓嘛，消费嘛，你买的开心比买的合理更重要。有的人就喜欢10万块钱买台双路泰坦去玩撸啊撸，挺开心的，挺好的。不过当时有一个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个客户嘛，那搞艺术的，就看到了追风者217的外观，结果买回去，那个散热真的是2060显卡都过热了，那最后只能拆了玻璃侧板用放在宿舍还贼占地方他也非常后悔自己的选择。第2种 IT 叉是目前比较主流的 A4 型的 IT 叉机箱，那代表的结构就是乔兹伯 A4。A4 我专门做过一期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虽然视频里面吐槽了乔兹伯很多东西乔兹伯厂家有些人看了也有意见，但不得不说，乔兹伯 A4 是目前 A4 机箱里综合来说是最好的这个价位、这个做工、这个设计，你也找不到更有竞争力的了。当然，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机箱安装真的特别费劲。
你就算上了定制线啊，装个机箱没个2-3个小时你也弄不好。主要烦就烦在这个电源挡板。那如果新手安装实在难受的话，又不想上定制线的话，还是建议把这个挡板拆了。哎，抽点就抽点了。当然，我还做过一个维京制造 MES 的机箱视频啊，这个就是纯帮哥们忙啊。这里这个机箱就不多评价了。A4 机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显卡延长线把主板和显卡背靠背，这样就有效的节约了空间。但这样的设计会带来2个问题，一个是延长线会从冷排的那个风扇下穿过去啊，就有些类似机箱的结构它设计不好，延长线的话就老打到那个冷排的风扇啊，非常影响你的正常使用。不过乔兹伯 A4 这点确实做得非常好，你看的那个风扇哎就要打到延长线，但这个打不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显卡和主板是背靠背的，非常不利于散热啊。不利于散热又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显卡本体，27系显卡的发热并不低。2080 Ti 你像常见的技嘉 Gaming OC 或者华硕猛禽 O11G。你在开放平台下单烤 FMAC 的都会超过70度啊，那个背板烫的你手都要被烫伤了。不过你正常大机箱用嘛，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塞在 A4 这种结构里，显卡背板上的热根本散不出去，所以我不是很建议 A4 机箱去像2080 Ti 这种显卡，虽然很多人都这么做的。其二是主板背后的 M2 固态，你本身像西数的 SN750 这种3000兆每秒读写的高端 MEA 固态，它的发热就比较高。你如果放在主板背面被显卡的背板在加热啊，然后再去大容量的读写固态盘，我觉得那再好的固态你也扛不住呀。其三呢就是240水冷本体，那底下放一个大火炉的显卡的话，你单烤 CPU 的时候嘛，和 CPU 显卡都双烤，我测试过 CPU 差不多会有10度的温度差别。当然你正常用的话很少会有双烤啊这么极端的情况，所以我还是建议这种机箱啊，如果玩游戏的话，你上个 i590KF 或者 i790KF 搭个2070 Super 2080 Super 就差不多了。你说你2070 Super 玩游戏还不能满足吗？你又不是 4K 144赫兹的屏幕。另外还有2点希望大家注意，那这个机箱不建议预算只有5-6千的人上，那这个机箱呢毕竟也要大几百块钱。SFX 的电源也不便宜，机箱的核心在于顶部空间可以上240的水冷。你如果整个5-6千的配置啊，上个 i5-10400啊，再上个风冷，空间上也很浪费啊，没有必要去选择这么贵的机箱。你可以完全选择别的那些顶部不支持240水冷的啊这种小机箱啊，这样也节约空间节约钱。其二，那这个机箱虽然散热设计的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就算你底部安装了2个风扇，还是建议使用的时候啊把这个侧板拆了，更有利于散热。最后再多说一句嘛，其实机场安检对液体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你采用水冷的主机是有概率通不过安检的。之前不少朋友他就搬动分体水冷的主机嘛，要么你坐高铁出国必须要坐飞机的话，都是放了水再过安检，落地了再装水啊，就非常麻烦。所以为了稳妥起步啊，不建议出国党你去用水冷的机箱。还有些西藏的买家也是的，因为西藏你只能发空运。那第3种就是直插式的 IT 插，代表类型啊，银广的 A1 Plus， 联力的 TO150。那这2个机箱相比 A4 呢，最大区别就是它显卡不用转接，那正常的接在主板上，因此机箱的厚度啊会更厚，而且不支持240水冷，只能安装120水冷。那 A1 Plus 最高可以上到 U12S 这种高度的散热器，那 TO150的话可以直接上到 D15S。那其实啊，这种级别散热器也不需要什么240水冷了。那这种机箱啊，它的空间的利用率相比 A4 啊差了些，但是散热和安装的容易程度啊都要好太多了。但是 A1 Plus 嘛，还是有几点要吐槽一下。其实内存或者主板的供电线如果松了的话，需要插的时候嘛，哎呦特别麻烦，因为你插完的时候要拆散热器，散热器的风扇往往都是铁丝固定的啊，你拆的时候好拆，装的时候啊那么小的空间啊，你要塞那个铁丝，哎太痛苦了。其二 ，A1 Plus 由于是支持无线充电的，所以它自带了一个650瓦的金牌电源，但这个电源的显卡供电啊非常的抠，那是一根线出来的2个8pin。实际测试的时候嘛，最多就带在2080 Super， 2080 Ti 是带不动的。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啊，双8pin的显卡，你插显卡供电的时候嘛，得插2个单独的8pin，哎，你不能用一根1/2的8pin，因为1/2的8pin理论上还是就一根线，一是可能会显卡带不动，二的话长时间用的话也可能会损坏电源或者显卡。那第4种就是显卡跟 CPU 的分仓设计，代表类型银星的小乌鸦。ML08H 还有微星的海皇级，这个机箱采用了显卡的90度转接，把显卡跟 CPU 放在机箱的上部跟下部，这样就避免了互相的影响散热啊，也是减少了机箱的厚度啊。但是机箱会比较高，同时的话也是限制了 CPU 散热器的选择。银星的 ML08H 和小乌鸦的话可以参考了这个视频。说实在啊，我更喜欢 ML08H 一些啊，那个小乌鸦安装起来太费劲了，特别是那个显卡安装。海皇级我感觉就是抄袭银星的设计，
另外多说一句啊，其实索泰也出过个类似的 ITX 设计，那直接是找英兴代工的。那这种机箱呢，它的配置不能上太高，那毕竟 CPU 散热只能选择风冷，高度呢还有限制。你像银星的 M208H， 你连猫头鹰的 L9X65都放不进去，只能用个 L9i 加个 A9PWM 的风扇，最多压 F590KF 或者 F10400。那么猫头鹰的几个 ITX 小散热器的性能，我们也做过测试，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所以说，一般搭配也是建议 F590KF 加2070 Silver 也就到顶了，适合玩游戏，但不适合拿来对 CPU 有高要求的用户。另外，这个机箱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拆装比较方便，你就插拔个内存和供电线啊，加个硬盘呀，哎呦，比 A4 机箱和 A1 Plus 机箱，哎呦，省心太多了。其实说实话啊 ，DDR4 内存由于是那种弧形的金属质设计，你日常搬动啊或者气温变化大，导致热胀冷缩的接触不良，内存需要重新插拔下的场景真的是挺常见的。那银星这个机箱啊，插拔内存就挺方便的，但是这种结构的机箱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散热器的限制，你上不了太高的配置，而且颜值的话，哎呀，稍微差一些。这里多说一句啊，就是因为内存需要经常插拔，所以 ITX 主板你有个 debug 灯还是非常重要的。机家不知道怎么想的，它就是不给 debug 灯。华硕的像 B360啊、B460 ITX， 它不仅给了 debug 灯，而且考虑到小机箱空间小，你不容易看清楚那个 debug 灯到底是哪个灯亮，所以华硕的这个 debug 灯啊，它还是不同颜色的。CPU 是红色，内存黄色，显卡白色啊，启动是黄绿色。你一看主板亮了红灯，就知道，哦呦，内存没插好，要重新插拔一下啊，确实太方便了。这里还是要给华硕的工程师点一个赞，机家好好跟人家学一学。第5种是电源盖在主板上的设计，代表类型啊。乔斯伯 T8 啊，酷冷的 H100，甚至 MATX 类型的乔斯伯 C2也是这种设计。这种设计顾名思义，它为了节约空间，直接把电源放在主板的上部。甚至你都可以安装 ATX 的电源，安装比较简单啊，也比较节约的成本。乔斯伯 T8 的话可以看这个视频，那酷冷的 H100 也可以看这个视频。但是这种设计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电源风扇和 CPU 风扇是对吹的啊，非常的影响 CPU 的散热，导致整个机箱的散热极差，整个机箱毫无风道可言。你 CPU 上到个 F10400啊，显卡上到个2060就基本上到顶了。像我们直播用的 ITX 的那个 T8 小主机啊，都是拆开侧板用的。我们在 T8 的视频里面有过测试的，拆开侧板确实能显著的降低发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机箱对显卡的长度啊都是有限制的，建议采用那种单风扇的显卡，就比如像乔斯伯 T8，那最大能上就是那种双风扇的卡，也只有万图师了。你上的时候啊还需要点技巧啊，否则插不进去。不过不得不说，你乔斯伯的铝箱子啊，散热烂归烂，但是那颜值跟价格都是相当犀利的。表明乔斯伯的5金这个工艺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国外的不少 ITX 的小机箱其实都找乔斯伯代工了，因为联立的代工费也太贵了。第6种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MATX 版型，但是空间却很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叫 SKTC Q2 啊，就是这个机箱。讲实话，这个机箱第一次吸引到我，主要是因为它那个山寨了 ROG 啊、外形啊、NV 的这些 logo 啊，看着非常好玩。但是仔细看了看实物，这个机箱的结构设计还是有一定意思的。MATX 版型里有一种特殊的版型，是22.6厘米乘18.5厘米，它就比 ITX 长了5厘米，宽了1.5厘米。你可以理解为这是球能版的 DGX 版型，代表类型是技嘉的 B460M DLV 主板。由于这是个双内存设计的主板，所以它就比 ITX 主板宽了一点点。而长度的话，因为显卡直插时候嘛，你本身就要占地一定的空间，所以这种主板的实际占用空间和 ITX 相比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时候你把机箱空间稍微放大个2毫米，主板上就能节约大量的成本。那差不多的设计，其实在乔斯伯 C2 上就有在用。那它这个机箱也是只能安装双内存插槽的 MATX 主板。MATX 的机箱呢，做出来和这种 ITX 的差不多大小，但是散热的话 ，C2 的散热是一团糟的。而 Q2 机箱的散热结构明显就要合理多了。机箱它把主板倒置了，那显卡风扇是朝上的，直接面对散热口，还能再安装2个风扇。散热方面的话，又能安装4热管或者120水冷。可以说终端主机的话非常合理的。当然，这个机箱的缺点也很明显，一个是受限于成本，它的做工一般般；二是支持这种版型的 MATX 主板嘛，那都是那种比较盖的双内存插槽的版型，你上不了太高的 CPU， 你去上 ITX 主板的话又不划算。所以这个机箱呢，还是适合一些中低预算的用户去使用啊，毕竟便宜嘛。
那说了这么多啊，废话有些多，大家理解一下。那因为这个也是临时想起来做的视频，仅代表我个人对 ITX 的一些个人观点。如果大家觉得这种视频不错的话，希望我继续做一些讲解配置的视频，那欢迎弹幕就打一个再来一个。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素质3连一下。那有关的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这对我们非常重要。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那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就直接想购买这些搭配合理的 ITX 配置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这里是潮玩客，我是剑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